最近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涉及到中国的间谍案。一个呢是一个中国人主动向澳洲情报当局投案自首，但是被怀疑是骗子。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中国家庭，他们在瑞士经营一家家庭旅馆，但是却被勒令卖房走人，原因就是这个旅馆后面就停放着 F-35战斗机。今天艾森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处都是中国间谍案。华尔街日报刚刚新鲜出炉的这个报道呢，其实这个故事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有一个华人家庭，他们花了100万美金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一个不到500人的小镇上买了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有8间客房的一个小旅馆。本来经营的好好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这一家人包括儿子在内突然间被警察带走去审问。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家旅馆后面其实就是瑞士军方的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小机场然后瑞士不是买了就是美国的 F-35战斗机嘛，然后他们计划就是会派驻几架飞机放在这个家庭旅馆背后大概100码距离的这么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小机场里面因为这么一个计划呢，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就认为经营这个家庭旅馆的这么一家华人家庭非常可疑，所以现在就是逼迫瑞士政府赶走这一家人，哪怕其实美国人手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美国人的怀疑的理由呢有3点。首先第一点就是瑞士到处都是湖光山色，到处都是这些古典的酒店你这家华人家庭买哪一家酒店不好，你偏偏挑中了这一家在军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这个非常可疑第二点就是他们买完这个酒店之后马上就关闭了这个风景非常不错的这个餐厅。然后冬天严寒的时候呢，这家人也常常是待在国内，他们完全不在乎，就是通常来说圣诞季是一年当中最好赚钱的一个季节然后第3点呢，就算当时买旅馆的时候这一家人不是间谍都好，因为全家人只有这个小儿子拥有瑞士的居留许可，所以只要中国政府要求的话这家人就不能拒绝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的这么一种请求首先对于第一点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反驳了，那你很难去批评人家为什么看中了这家酒店没看中其他的酒店，说不定是因为刚刚好在这个机场旁边，有时候起降飞机的时候非常吵闹，所以才能够用这100万美金买到这个酒店，谁也不知道。第二点的话呢，完全可能是因为经营旅馆的这2个人夫妻2人呢因为丈夫的德语比较好，然后妻子呢她语言不太行，只有2个人嘛，所以他们可以搞定客房的生意，但是想要正儿八经的运营一个西餐厅，估计这夫妻2人他缺乏足够的经验，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来管理一个西餐的团队，所以我觉得选择关闭餐厅并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理由。然后第3个点说实话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吐槽这个事儿了，因为国内的国安法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责任为政府的这个情报机构提供帮助，那如果你这个也算作是一个怀疑的点的话，那我相信身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都有原罪了。其实瑞士这个小镇当地人都觉得美国人有点小题大做了，因为这家人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买了这个旅馆，而当时瑞士军方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瑞士政府是在2020年的9月份才决定说要替换掉他们那些非常老旧不堪的战斗机，然后在2021年的6月份才做了决定说要采购 F-35当他们决定要派驻几架 F-35在这个简易小机场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已经是去到2022年以后的事情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在2018年人家就已经买好了旅馆，怎么可能会预判到你4-5年之后瑞士政府做了一个决定说要把 F-35放在这个小机场呢？所以从时间线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怀疑是有点站不住脚的。不过我相信瑞士政府在处理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肯定不至于说完全不合法但最终的结果是这家华人家庭呢就被逼不得不放弃这个旅馆，然后转卖给瑞士军方了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然后逼迫华人放弃运营一家旅馆，然后仅仅只是因为华人作为一个身份的原罪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点不安，因为随着中国将来跟这个西方世界的冲突日趋紧张的话，我可以料想就是类似这样的冲突会越来越多。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澳洲媒体 ABC 在上周刚刚报道了一个中国特工叛逃的事件有一位化名叫做 Eric 的这个中国人呢，他向澳洲的情报机构投诚，然后揭露了这个中国秘密警察部门的运作，然后以及他们如何在海外追捕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可能是反贼这种类型的一些人。据说呢，这个人他之前是在美国加入了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党的一个党派，然后被中共发现了以后就要挟他被要求加入公安部一局成为特工不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披露的一些案例并没有一例是他成功完成任务的，而且他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一些信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是可以通过比如说社交网络或者是个新闻报道这些公开的渠道获取的一些信息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敢相信他说的这个故事。当然这些怀疑的点也还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假特工。在我看来有一点非常可疑的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个情报官员叛逃的话，他要么就会选择完全不露脸，整个脸部进行打码处理，然后声音进行变声处理，而且会用化名，要么呢就会选择用真名，然后完全露脸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两种选择都相当的合理。不过这个 Eric 他呢是选择使用化名来接受采访，但是他却是公开露脸，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打码跟变声处理，这一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合常理。而且更可疑的是在于ABC 把他这个新闻发布了以后这个 Eric 他还在新闻那边给他自己的这个推特账号跟油管的频道打广告想要去引流，这一点就看起来相当的奇怪了，让人不得不怀疑说这个人是想靠这件事情来炒作，来拿到一个澳洲的身份甚至可能会出道想做一个网红。各位，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前，你们很多人已经在新闻上读到了我的故事，我就不说废话了。为了防止假冒账号在网上钓鱼，我首先公布真实的 X 账号。我利用政治安全保卫局的资源建立了微字旅，这让他们害怕了，试图让微字旅永远消失。现在我把这个名字带回来了，我要对所有的朋友及支持者们说，欢迎你们。至于所有的对手及敌人们，我也有话送给你们，但这里就不放了。我会把这些话放在 YouTube 的未剪辑视频里，你们自己去看。因为说实话，我看他视频当中的谈吐，你我心目当中这种特工间谍的形象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差距。而且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出示到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在我看来主要就是他和所谓的这个上级之间的往来的一些通信跟一些沟通。如果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这么一个叛逃的情报官员或者是特工的话，我觉得他应该现在是忙着跟这个配合澳洲的情报单位来进行工作，不太可能像是现在这个样子会公开的高调的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既不安全，而且也让人怀疑他的这个说辞是否真的可信。而且想起来几年以前也有一个叫做王立强的人跟他的这个套路非常像，他也自称是中国特工，然后
要求政治庇护，当时也是高调接受采访把澳洲的媒体骗得团团转。所以这个 Eric 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很多的网络大 V 表示这次也不太敢相信他的说法，我觉得也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当年澳洲的这些所谓的媒体他们并没有能够识穿一个小混混的这种非常粗劣的骗局，而且现在已经证实王立强是个骗子的情况下，也没有见到这些媒体出来有一个说法。所以这一次事情发生了以后，很多人不但怀疑就是到底澳洲媒体你们的专业能力过不过硬呢，还是说西方的媒体现在太需要这种叙事，太需要这种故事甚至来不及或者说是顾及不到这些故事本身是否真的可靠。所以王立强这个事情虽然最后被证明是整个都是撒谎，完全都是骗局，但他编造的谎言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台湾大选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被他这个骗局这种谎言影响到的这些人应该找谁去说理去呢？如果这一次确凿证据证明了这个 Eric 也是骗子的话，那些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就要去骗这些媒体，然后让整个的西方世界对于华人的观感急剧下降的话，那我们作为这些无辜的海外华人又应该找谁去说理去呢？其实在中美脱钩以前，我们时不时也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华裔的间谍案，不过多数都是一些商业间谍案比如说谁谁谁又盗取了哪个大厂的一些商业机密，然后掠回国自己开公司那这种人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就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断送了无数优秀华人的工作机会。又比如说在4月份瑞典驱逐了一个有居住许可的，然后已经跟当地人结婚生子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记者。我相信多数海外华人没有兴趣想做大外宣，这件事情也可以说跟我们关系不大。然后在前2周，在欧洲有3起不同的间谍案件，有6个人被指控为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在德国被捕的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涉嫌盗取了德国的一个船舶推进系统的一个敏感信息，然后第4个人是欧洲议会的一个议员的助理。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接触到非常敏感的信息。然后在英国的2个人呢，是因为能够接触到一些英国议会的一些保密信息。所以这6个人你可以说他们被捕跟我们普通人关系也不大，因为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对不对？但是刚刚发生的这2起事件，我却开始感到有点不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影响到我们这些普通的海外华人。毕竟你仅仅只是因为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本中国的护照，就有可能被牵涉进去间谍案件，然后被怀疑可能是为中国政府服务。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可悲的刚刚普京到访北京，中俄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不但没有回应这个美欧要求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不再支持俄罗斯的要求，反倒中俄2个国家捆绑得更紧，共同对抗西方的这个势头更明显。所以现在西方国家其实已经开始完成了心理建设，开始放弃对中国的幻想认真的看待中国的这个威胁和挑战。所有这些间谍事件的这个发生其实就是这一种紧张关系的一个体现。最近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并不是说中国加强了对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情报工作，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对抗中国在政治跟商业领域的一些恶意影响方面，他们是加强了回应的力度。所以在西方跟中国在这个漫长而且痛苦的这个分手过程，以及即将到来的就是冷战或者暴力冲突这么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夹在冲突双方中国跟西方之间的海外华人很难不被波及。我也希望大家就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应对这些有可能到来的越演越烈的一些就是猎巫和被污蔑被歧视的这么一种不可避免的处境。
这里是艾森的频道，非常感谢您观看今天的视频。如果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